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表嫂，并没有想象中的狡诈蛇蝎，反而一袭黑纱美丽优雅，并且表嫂的一颦一笑都满足了他对女人的一切幻想。果然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他被表嫂彻底攻陷，不仅倒在了他的石榴裙下，还差点成为了第3个意外死去的丈夫。而这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悬疑力作《浮生梦》，一部暗黑又多疑的寡妇密探。故事依旧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，那时的菲利还是个孤儿，自幼被富有的堂兄养大，两人相差20多岁，情同父子，就连容貌和性格都十分相似。但表兄罗斯清心寡欲多年，一直不喜异性，硕大的庄园里连只母猫都未曾见过。而在罗斯的栽培下，菲利考上了985，可他刚学成归来，就发现罗斯得了怪病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疲态。他在将庄园托付给菲利和教父后，就不得不外出治病。之后，两人一直以书信互报近况。菲利一边熟悉着庄园事务，一边祈祷罗斯早日康复归来。教父的女儿经常跟在他的身边，含羞带怯的眼眸里是掩藏不住的情意。可惜菲利对他没有任何想法。而春天结束时，罗斯却告诉菲利自己找到了真爱，那是一个叫瑞秋的寡妇。她美丽优雅，端庄博学，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尤物。菲利十分诧异，一向不喜女人的表兄怎会突然转性？而秋天时，罗斯又告诉菲利，瑞秋答应他的求婚了。在他的口中，瑞秋是全世界最美丽善良的女人。罗斯的反常惊呆了庄园里的众人，老仆人直接断言，如此炽热的爱必将毁灭一切。果然不久之后，罗斯的画风突变，说那女人自从结婚后，就从性感尤物变成了阴狠毒舌，并且她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还日益加重，折磨得他痛不欲生，言辞间都有被迫害之意。得知表兄有难，菲利即刻动身探望，但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了一步。等赶至堂兄所在庄园时，已然一派颓败萧瑟。律师告诉他，罗斯已经在3周前因为脑癌去世了，医生的诊断甚至是死亡证明，均不能让菲利信服。他认定是瑞秋害死了堂兄，但律师却意味深长地告诉菲利，堂兄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他，等菲利到25岁时便可全权支配。至于那个叫瑞秋的遗孀，不仅分文未得，还在堂兄病逝后外出散心，至今未归。想着堂兄的恩情，菲利越发憎恶这个素未谋面的表嫂。他暗自发誓，等接手庄园后，一定要亲手为堂兄报仇。然而关于那女人的一切均是传说，在外人嘴里，她富有激情与冲劲，是个妥妥的女强人。可在堂兄心中，她狡诈多变，像蛇蝎女人。而终于有一天，他从教父女儿口中得知瑞秋即将回来的消息。菲利如同打了鸡血的战士，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，就连提前给他安排的房子都是又脏又破的储藏室。他打算极尽所能的羞辱他，为死去的堂兄报仇。可正当瑞秋回来的当天，菲利却刻意避开了见面的时刻，直到晚餐时间方才回家。一进门便到处找寻瑞秋的身影，但却从仆人口中得知他不想一同进餐。菲利有些失望，本想着可以给对方一个下马威，没想到是自己急不可耐。他暗自琢磨着，这个女人果然非同寻常。等晚饭后，他才叫人带话过来，恳请菲利去喝一杯茶。而此时，菲利的好奇已被高高挂起，俨然大过了报复之心，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要立刻见到这个神秘的女人。可在见到表嫂的第一眼，菲利就发现自己错了。她和自己想象中的妖娆完全不同，一身墨色长裙包裹得十分严实，并且举止端庄，面带愁容，一看就是失去至亲的可怜之人。几乎在一瞬间，菲利打消了复仇的念想，懵懂了24年的心一下子洞明。原先与教父女儿青梅竹马的暧昧情谊，不过是平淡的两小无猜，而这个一身黑衣、笑容浅浅、带着平淡而忧伤气息的女人，却符合了他的一切幻想。并且在接下来的相处中，菲利愈发觉得瑞秋不是害死哥哥的凶手。她美丽大方又得体温柔，仿佛有包容一切的力量。菲利开始相信她不是杀害表兄的凶手，甚至认为是罗斯家族的遗传病导致其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，所以才在信里对瑞秋大肆诋毁。而随着两人相处的越来越融洽，与日俱增的爱意也将菲利淹没。可不等他表明心迹，瑞秋就告诉他自己准备去意大利教书赚取生活费。菲利这才意识到，因为表兄的判断失误，自己无意间夺走了瑞秋本该有的优渥生活。为了帮心爱的女人渡过难关，菲利一大早就赶到教父家，表示要分一半遗产给瑞秋。菲利本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，谁知瑞秋在知道真相后恼怒不已，认为菲利的做法羞辱了他。两人虽大吵一架，可菲利对瑞秋的好感却越发浓郁，他从心底里欣赏这个自立坚强的女人。于是晚上便捧着蜡烛掀开了瑞秋的床幔，他为自己的不理智道歉。而借着烛火的跃动，瑞秋也亲吻了他的唇角，表达了原谅。爱情的萌芽终于破土而出，菲利就像个载誉归来的勇士，满世界搜罗着宝物讨爱人欢心。在圣诞舞会上，他甚至拿出了祖传的珍珠项链，而身所贵重的珍贵珠子在他白皙的脖颈间光彩夺目。而女人似乎也被他的热情攻陷，肆意亲吻，确认着彼此的心意。可高调的举动很快引来了教父的不满，他认为项链是遗产的一部分，而菲利还不满25岁，作为遗产的监护人，他有权收回一切不当赠与。尽管菲利一再声明自己2天后就有权支配一切，但教父还是当众收回了项链。看着瑞秋窘迫无措的模样，菲利大为恼火，他产生了一个更疯狂的念头。在25岁生日的早晨，他冲进教父家中，并拿出一早拟定好的财产转让协议，将自己继承的所有珠宝全部赠与瑞秋，而约束条件只有一个，瑞秋不能再婚。教父对他的行为深感震惊，却也无权阻止。而拿到契约书后，菲利兴奋不已，他一路策马奔驰，想要立刻见到瑞秋，却不料山边泥土松动，菲利差点命丧深渊。他费尽全身力气才堪堪爬了上来，可陷入爱情的年轻人却没能读懂命运的隐喻，
靠着一枪孤勇爬上庄园高墙，摸进了堂嫂的闺房，项链重新回到瑞秋的脖子，跳动的烛火成了催情的良药。在情感和物质的双重刺激下，两人彻底跨过了道德桎梏，而事情的转折也从第二天突然呈现出不同的模样。沉浸在巨大幸福中的菲利早早起床准备好了红酒，想与瑞秋延续昨晚的甜蜜，但出门一问，仆人却说他一早就外出了。而这一等便等到了日上三竿。等瑞秋坐着马车归来时，菲利的闷酒已经喝了几个时辰，可还没等开口询问，瑞秋便淡淡的回道自己去找了神父，了解了赠与契约中的所有条款。菲利有些不可置信，但看着瑞秋那张迷人的脸蛋，他还是咽了下去，并带着瑞秋来到了丛林里散步。而看着四下无人，菲利再度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瑞秋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。而这件事过后，菲利便趁着晚宴，当着教父和客人们面宣告自己爱上了瑞秋，并且打算尽快与她完婚。可没想到率先变脸的却是瑞秋，言语间竟是对此事甚感荒唐。 I've known shame in my life. Terrible shame. But this is the worst. 菲利完全傻眼了，他本以为婚约会使两人的感情升温，却没想到让他们之间产生了无法修复的隔阂，甚至开始拒绝与他独处，就连两人说话都要开着门窗避险。看着倍感苦恼的菲利，教父的女儿有意暗示财产赠与条款过于死板，限制了热爱自由的瑞秋，所以他才拒绝结婚。冰冷的现实如冷水般浇灭了汹涌的爱意。菲利病倒了，他一连昏睡了5天，而醒来后却发现是瑞秋在服食汤药。那热切的眼神和殷切的叮嘱，让菲利瞬间想起了早亡的堂兄。Goodness me, if I knew I would get Dr. Smalls to have a look at that. So no. 他当场断定制药茶可能就是害死堂兄的元凶，怀疑的种子一旦落地，就会快速生出藤蔓。菲利开始跟踪瑞秋，并监视他的人际往来。而这天在县城的酒馆里，他看见堂兄的律师和瑞秋举止亲密，这一发现几乎证实了他的猜测。他认为瑞秋对自己虚与委蛇，就是为了拿到财产和律师私奔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菲利特意邀请教父女儿来家中做客，并暗示两人有话要说。瑞秋见状便借故外出散心，可菲利却别有用心的向瑞秋推荐了悬崖边的风景。等瑞秋离开后，他和路易斯在房里翻找起来。终于，他们发现了瑞秋和律师的书信往来，但结果却出乎两人的意料。因为在给律师的信里，瑞秋将菲利立为了自己的财产继承人，而律师的回信却是建议瑞秋带菲利去意大利养病。想到自己连日来的试探和猜测，菲利悔不当初，并且路易斯还发现了律师根本不可能和瑞秋有私情，因为他是一个 gay， 所谓情理举动也不过是地方礼节罢了。菲利如梦初醒，他一路疾驰却还是晚来一步。坍塌的悬崖下躺着的正是瑞秋被海水打湿的尸体。瑞秋死了，菲利尚未生根的爱情也无疾而终。时光荏苒几年过去了，菲利已经成了2个孩子的父亲，他也会因家族遗产病头痛欲裂。但每当难受至极时，他总是好奇瑞秋到底有没有在查理夏过渡，亦或者他有没有爱过自己。而趁着菲利思考时，一旁的妻子路易斯嘴边却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至此，全篇结束。故事到最后也未表明到底是不是瑞秋害死的堂兄，因为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以菲利的视角来讲述的。从开始带来的偏见就断定瑞秋是凶杀，可又在见过对方并爱上对方后，又单凭感觉为对方洗清了嫌疑。菲利对一切事物都是靠情绪来判断的，甚至因为一时生气就哄骗瑞秋去悬崖散步，结果到真相大白时又悔不当初。而作为全片里画面最少的路易斯，他从头到尾就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至于是财产还是菲利就不得而知了。好了，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。我是小无聊电影，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。